大家好，我是陈丽，一名飞行近20年的空乘。这些年在机舱里，我见证过无数相聚的欢笑，也目睹过不少因准备不足而在海关受挫的无奈。今天想特别和计划出国探亲，尤其是去帮忙照顾孙辈的叔叔阿姨们聊几句。很多长辈觉得自己手续齐全，目的单纯，出入境应当非常顺利，但现实往往更复杂。上个月，我遇到一位60多岁的阿姨，她温文尔雅，此行专程去帮女儿坐月子。可就在回程的登机口，我却看见她被海关人员护送回来，安排上了回国的航班。阿姨泪流不止，握着我的手说，我只是想去给孩子做做饭，抱抱外孙，怎么就像犯了法？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。这背后其实是观念与规则的差异。我们中国人重视亲情，认为帮扶子女是天经地义，但在国外海关，同样的行为可能被解读为非法工作，从而面临拒入境甚至遣返的风险。许多父母满怀期待踏上旅程，却因沟通或文件问题，在最后一关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。因此，我想郑重提醒大家，出国探亲，尤其是计划长期停留，帮忙照顾家庭，务必提前做好充分准备。这包括清晰了解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与入境规定，准备好往返机票、住宿证明、财力证明等文件，并事先与家人沟通，练习可能被海关问及的问题。准备越细致，旅途就越安心。如果您觉得这些提醒有用，请点赞支持，也请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亲友。您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帮助一个家庭更平稳的团聚。下面我们进入正题，第一个要命的坑，也是最容易踩的，就出在您回答来干什么这句话上。咱们中国的叔叔阿姨大多实在，讲究诚信，有一说一。这本是好事，可在过海关这个特殊场合，这份实在用不对地方，就能直接导致拒签遣返。这里头的文化差异和法律陷阱，您必须得门而清。当那个穿着笔挺制服、表情严肃的海关官员问你 What'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？ 你来访的目的是什么？或者 How long will you stay？ 你打算待多久？您嘴里的回答，每一个字都得在脑子里过上3遍。有这么几个词，在咱们这儿充满温情，在他们那儿可能就是案情关键词。头一个绝对不能说出口的词，就是带孩子。不管您是带孙子、外孙，还是帮亲戚照看孩子，只要这个意思一表达出来，在英语的语境里，就自动对等成了 babysitter 或者 nanny， 那就是保姆，是一个正式职业。您拿着旅游或探亲签证，说自己是来从事一个需要工作签证的职业，那不就是不打自招，承认非法工作吗？海关的逻辑线非常直接，您女儿需要保姆，应该去雇佣本地人，创造本地就业和税收，您免费来做了，就等于挤掉了一个本地人的工作机会，这帽子扣下来，您根本没法辩解。我见过太多惨痛教训，一位阿姨笑眯眯地对官员说，我女儿刚生宝宝，我来帮忙带小孩，照顾她坐月子。话刚说完，官员脸色一变，直接在她的护照上盖章，请她去小黑屋了。理由白纸黑字，有非法工作意图。这第二个千万要避开的概念，就是帮忙，特别是涉及到具体家务劳动，比如做饭、打扫。很多孩子在国外打拼，开了个小餐馆、便利店，父母去了，看着孩子起早贪黑心疼啊，自然而然就想搭把手，心里想着，这是我自家的生意，我不拿钱，就去后厨包个蒜，洗个碗，或者在店里看着收钱，这能有什么问题？陈丽，我必须告诉您，问题大了。在法律层面，只要您出现在了商业经营场所，并且付出了劳动，无论是否收取报酬，都已经构成了工作的事实。之前有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位父亲去儿子的中餐馆探亲，闲着没事就在后厨帮忙摘菜，正好碰上移民局抽查，当场被带走。尽管他1分工资没拿，最后还是被遣返，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属于未经授权的劳动。还有的阿姨直接跟海关说，我来给我儿子一家做做饭，收拾屋子。海关紧跟着就会问，那他们会付你工资吗？您说这怎么答？说不给，像是假话；说给，坐实了雇佣关系。真是左右为难，怎么说都是错。第3句容易惹祸的话，是透露长期陪伴的意图，比如来陪读，住一段时间照顾他。有些家长孩子出国读书，放心不下，想着去陪孩子几年，照顾生活。海关问计划待多久，一开口就是我孩子读4年本科，我打算在这边照顾他4年。完了，这话一出，几乎必然被拒。因为旅游或探亲签证通常只允许您一次停留较短时间，比如美国必签默认最长6个月，您直接表明要居住数年，这强烈暗示了您没有按时离开的打算，也就是所谓的移民倾向。
海关会质疑，既然打算长期居住，为什么不去申请相应的移民或长期居留签证？从而怀疑您利用短期签证达到长期滞留的目的。那到底该怎么回答才是正确的呢？您记住，答案的范围要牢牢锁定在2个词上：探亲和旅游。当被问到目的时，您就清晰肯定地说 I'm here to visit my daughter and her family. 我来探望我的女儿和她的家人，或者说 I am a tourist here for vacation. 我是游客，来度假的。如果英文说不利索，就记住2个最简单的单词 visit 访问或 tourist 游客，把这2个词说清楚，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大半。您可以补充说，我们计划去某某景点看看，期待在这里度假。总之，核心就是表明短暂的、消费的、非劳务的访问性质。至于进了家门，关起门来，您是想含饴弄孙，还是想大展厨艺，那是您家庭内部的亲情互动，海关管不着也看不见。但在那个关键的问询环节，这些大实诚话必须咽回肚子里。说完了怎么说，咱们再聊聊怎么带。这第2个大坑关乎钱。大家都知道带现金太多有风险，可您知道吗？带的太少，甚至不带，风险一点也不小。这里的尺度把握很关键。先说说现金携带的问题。像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这些主流国家都有明文规定，个人或家庭携带现金，包括旅行支票等，如果超过1万美金或等值外币，必须主动向海关申报。注意，这里是申报，不是禁止。只要钱来源合法，如实填写申报表，说明用途，通常都能顺利过关。怕就怕很多长辈不了解，或者怕麻烦，带了超过额度的现金却藏着掖着，试图蒙混过关。一旦被检查出来或抽查到，海关有权全额没收这些未申报的现金，并且会把人列入关注名单，以后每次出入境都可能被重点留意。还有一种需要避免的做法，叫做分拆携带。比如老2口一起，总共带了18000美元，想着每人兜里装9000，都没到1万，就不用申报了。这在海关看来，可能被视作有规避申报的嫌疑。只要你们是一家人或同行者，海关就可能将现金合并计算，未申报即属违规。真有这样的案例，一家3口每人揣着9000多美元，结果在海关被识破，不仅钱全被扣下，人也被带去长时间了解情况，好好的旅行开局就变成了不愉快的经历。那您可能会说，现在都数字时代了，我干脆不带现金，只带卡和手机，总安全了吧？这里要提醒您，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如果您身上1分钱现金都没有，海关官员同样会感到疑惑。他们的逻辑很现实，你来我的国家旅游，下了飞机总要坐车吧，口渴总要买水吧。遇到一些小店、集市或者偏远地区，可能只收现金，你身无分文，怎么解决这些基本需求？这不得不让他们产生疑问，你是不是打算一来就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收入，或者完全依赖他人生活，可能带来其他顾虑。我见过一个年轻乘客，背着包就来了，兜里只有1张信用卡和20块零钱。海关问他打算怎么度过2周旅行，他自信满满说刷卡。官员让他证明信用卡的可用额度或余额，他一时又证明不了，结果就被带进了房间，详详细细了解了好几个小时。虽然最后放行了，但这场经历足以影响整个旅途的心情。所以我最推荐的做法是采取平衡的方式，根据您旅行时间，携带适度的现金。比如说您计划待半个月，那么随身带上1000到2000美元的现金，作为应急和小额支付的零钱，剩下的主要开销使用国际信用卡或者借记卡，这样呈现给海关的印象比较理想。您是一位有计划的、有消费能力的，来体验当地生活的体面游客，既不会因为现金过多引来审查，也不会因为缺少现金惹人疑问。第3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情况，也是很多人毫无防备的领域，那就是您的手机和社交媒体。现在海关的权力范围早已超越了翻查行李，他们有权要求您解锁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等任何电子设备进行检查。您别觉得这是侵犯隐私，在边境线上，根据当地法律，国家安全和移民法规是首要考量。很多年轻人，包括留学生和游客，都在这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。如果海关官员对您有任何疑虑，他们可以要求您当场解锁手机，然后他们可能会借助翻译工具或者懂中文的人员，查看您的聊天记录、短信甚至相册。他们像寻找信息一样，留意一些特定词汇，比如涉及工作、收入、商业活动、长期居留意向等等。哪怕您只是在群里和朋友开玩笑说的话，或者随口抱怨，这些都可能被当作对您不利的参考信息。
之前有个女孩去旅游，海关查她手机，发现她和朋友聊天，朋友开玩笑问是不是要去那边定居啊？她回了个哈哈，有这打算。就这句玩笑话，被海关认为可能有长期居留的意图，当场就被拒绝入境。还有那些从事商品买卖的朋友，手机里满是商品图片、收款记录、发货单号，海关一看，这就是在从事商业活动啊，而你持的却是旅游签证，属于与签证目的不符的行为，后果同样需要注意。因此，我强烈建议，在您登上飞往目的地的航班之前，一定要给您的手机做一次彻底的清理，仔细清理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，凡是涉及到讨论敏感话题的，不管是不是玩笑，都最好删除。同时，也检查一下您的表情包和收藏的图片视频，一些在国内无伤大雅的搞笑图，在某些国家可能涉及不合适的内容，一旦被发现，可能不仅仅是遣返，甚至会面临严重的后果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是真有案例的。讲了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大家心里肯定有点发毛了。照这么说，这海关岂不是很难通过？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准备，才能稳稳当当的过去呢？别担心，既然指出了问题，我肯定要给您送上解决方案。下面这几招，您记牢了，能大大增加您顺利通关的几率。第一招叫做证据为王，准备一份清晰的行程计划和返程机票，这是向海关证明您访问目的和计划的最有力武器。无论您实际上是不是整天待在亲友家里，您都需要制作一份看起来合理的行程，简单列张表，写上日期、计划访问的城市景点、预定的酒店或居住地址。最关键的一点，一定要提前买好返程机票，并且把确认单打印出来，和护照放在一起。海关官员非常看重这一点。一个只有单程票的旅客，在他们看来就是归期未定，滞留风险极高，而一张确定的返程机票是最强有力的声明。我在国内有牵绊，我只是短暂来访，时间一到，我立刻就走，这对打消疑虑有奇效。第二招，如果主要是探亲，让您国外的亲友为您准备一封正式的英文邀请信。这封信是写给海关官员看的，内容要正式、清晰，应该包含亲友的完整姓名、在当地的住址、联系电话、工作单位及职位，并说明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。信的核心内容是郑重邀请父母前来探亲，承诺承担其在此期间的所有费用，并保证其会于某年某月某日前按时离境回国。最后由亲友亲笔签名。这封信相当于一个本地联系人的说明，能极大降低海关对您可能成为公共负担或有其他意图的担忧。官员一看，由本地稳定居民做联系和说明，处理起来就放心多了。第三点，专门针对语言不通的叔叔阿姨们，至关重要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假装听懂，明确需要翻译帮助。在海关柜台前，如果听不懂工作人员的问题，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因为紧张或想表示友好而胡乱点头，随口说 yes。万一对方问的是您是否携带了不允许入境的物品，或您是否计划在此工作，贸然点头可能会造成严重误会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一旦发现沟通困难，立即礼貌地表示，并用清晰的中文说明，对不起，我听不懂，我需要一位中文翻译帮助。您甚至可以提前准备一张小卡片，用英文写上 I do not speak English, I need a Chinese interpreter, please。 根据相关规定，您有权获得语言协助，工作人员会为您提供翻译服务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，但比起因误解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，这点等待是完全值得的。在翻译的帮助下，您可以将准备好的行程、目的、计划、停留时间等信息准确传达，同时保持镇定，目光坦然，手续齐全，目的正当，无需紧张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小的注意点，就是您的着装。虽然穿着是个人的自由，但第一印象很重要，尽量避免穿得过于随意，不够整洁或者过于夸张。干净、得体、大方的日常便装最为合适，这能让您看起来是一位有素养、有安排、正常来访的旅客，减少不必要的关注。最后，我也想对屏幕前邀请父母来海外团聚的子女们多说几句，请您务必负起这份责任。在父母出发前，花上一些时间，当一次模拟考官，把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反复练习几遍，帮助他们调整那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回答，仔细检查并清理他们手机里可能引起误会的聊天记录和内容。同时，务必将往返机票、行程单、邀请信、住宿预订等所有重要文件分门别类整理好，放入一个方便取用的文件袋，并再三叮嘱他们这个袋子必须随身携带，不要托运。
父母年岁大了，来到一个语言不通、规则不同的地方，心里难免会有些不安。我们做子女的，把这些细节工作做到位、做扎实，就是给他们最有效的安心保障，也是对他们旅途平安最实际的支持。我是陈丽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这些年积累的经验，帮大家看清旅途上那些容易忽略的细节，让每一次出行都能更顺利一些，少一点麻烦，让每一次家人团聚都充满温馨与欢笑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番话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请给我一个点赞，这是对我继续分享的最大鼓励。也请您随手将这个内容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人，特别是那些即将远行的长辈。您这一次简单的分享，或许就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帮助。如果您在成绩、过关或出国旅行方面还有任何疑问，都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，我会集中起来，在后续的内容中专门为您解答。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和您的家人旅途平安，一切顺利。咱们下期再见。